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台北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睡眠中心的临床心理师詹雅文。那今天这堂课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失眠的非药物治疗法，我们又称它做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那临床上呢，有很多失眠的个案，对于用药有非常多的一些担心，像是呢，他们会想说药物会不会越吃越重，然后造成一个成瘾依赖的问题，或者呢，他们会想说我以后是不是只能靠药物才能睡觉了？那又或者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好像用了助眠药物之后，记忆力变得越来越差，那未来会不会有一些失智的风险或者是疑虑？那甚至是有没有一些更无法想象的副作用，都是他们对于药物治疗的一些疑虑跟担心。那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呢，就是协助失眠患者摆脱药物的一个最佳的方式。那根据2016年美国医师协会针对慢性失眠的治疗准则中就提到说，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是治疗失眠患者第一线的治疗选择。那美国精神医学期刊上面也指出说，相较于助眠的药物，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可以帮助患者更快的入眠。那甚至是 NIH 或是一些重要的医学期刊也都指出说，失眠认知行为治疗它其实是慢性失眠患者的一个首选的治疗方式。那说了这么多丰功伟业后究竟什么是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那它其实是依据我们的睡眠的一个睡跟醒的一个机制来去进行做睡眠卫生的教育、认知调整以及行为改变策略的一个治疗方式。那所谓的睡眠机制它其实包含3个部分。第一个是恒定系统，然后再来是生理节律跟一个清醒的机制。那掌管睡眠的一个恒定系统指的是一个睡眠驱力的累积跟满足。当醒着的时间越来越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疲倦想睡觉，那睡眠驱力呢就会跟着就是升高。那生理节律指的呢是决定我们想睡觉的一个时间点。因此当工作或上课一整天之后，那你习惯了睡觉的时间到了时候，个案就会开始觉得昏昏欲睡。那如果这个时候重要的工作没有完成，然后或者是说学生担心明天要期中考了，又或者呢有可能是因为你刚听完一个你非常崇拜的一个偶像的演唱会，心情可能非常的亢奋很嗨，那么清醒的作用呢就会非常的高涨，然后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适当的缓解，就可能会干扰睡眠系统的启动，帮助你熬夜完成这个做不完的工作，或者是准备考试。那等到你心情平静缓和下来之后呢，睡眠才可能降临。那认知行为治疗中的各类技术包括有些是用来强化睡眠系统的，那有些呢只是帮助我们削弱刚刚提到的过于亢奋的一个清醒机制。那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患者强化就是我们的睡眠，然后提升睡眠的品质。那早在60、70年代开始其实就已经发展出很多不同的心理跟行为治疗的技巧来帮助就是失眠的治疗。那其中呢包含就是放松训练、刺激控制法、睡眠限制法、放松练习、认知治疗跟睡眠的卫教。那我们从表中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些治疗的疗效都有很多的一些实证研究，然后去指出说它都有非常不错的一个治疗效果。但是因为单独使用这些治疗技巧往往没有办法全面性的去消除维持失眠的因素，所以这些技巧经常被整合的去应用。那我们就统称这个一个整合的一个治疗模式为失眠认知行为治疗。那等一下呢，我们就会逐一的去介绍每个治疗技巧的应用的原理。好，那对于某些失眠的个案来说它就像图中人物里面看到的，就是他睡意来了，但是呢躺上床之后却睡意全消，甚至心跳加速，然后全身变得非常的紧绷。
但是在自己家的客厅沙发上，或者是说他去出差旅游外宿的时候，却可以自然而然的顺利入眠。那如果呢有这样的情形，它可能意味着他跟床产生了一个不当的一个行为连结，我们称它做一个制约激发的现象。因为呢就是长时间的躺在床上睡不着，那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些不是很舒服的一些感受，譬如说会觉得很挫败、很无助、很焦虑、紧张。那这些情绪呢都会跟床产生一个连结，甚至有些人睡不着的时候呢，他就会躺在床上开始想事情啊，规划明天的行程啊，或者呢就把手机拿起来滑一滑。那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都会让这些警醒的活动跟床产生一个连结。那这个连结其实是我们不希望的，那也是一个维持失眠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所以刺激控制法的目的啊，其实是帮助我们啊，让床跟卧室成为比较有效的一个睡眠线索。那临床上呢，我们执行的步骤就是第一，就是我们会提醒患者说，当他非常的有睡意想睡觉的时候，我们才就是移驾到床上去，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去建立然后强化床跟睡眠的一个关联性。那第二的部分呢，就是不在床上做除了睡眠以外的事情，包括不能在床上看电视、滑手机，然后想事情，因为这些呢都可能会削弱本来就是睡眠跟床的一个连结性。那第三呢，如果还是没有办法入眠，那建议呢就是坐起来，然后或者是呢直接离开床铺，然后到别的房间去，等到重新培养出睡意了之后，再回到床上来。那这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因为我们要重新培养睡意，所以会建议说，如果离开床铺，或者是说到别的房间去执行的活动啊，还是应该要以放松，然后有助于培养睡意的活动为主。那像是滑手机啊，然后或者是说开始可能跟不同时区的朋友聊天的这些行为，都比较不是那么的建议。那有可能啊，这样子的一个等待的过程啊，会花上非常久的时间，但是我们会建议就是要坚持下去，因为就是坚持的话呢，其实这样子的练习不需要花上太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那个连接又重新建立起来了。那第四的部分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在等待的过程啊，难免会变得有点焦躁，那还是要提醒大家绝对要避免看时钟，因为反复的去确认时间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焦虑，那睡意就很难回来咯。那第五个部分啊，就是有可能整个晚上啊，你一直在上床下床上床下床，但是呢就是我们还是必须在约定好的时间就起床，而且离开床铺，因为这样子啊，它可以帮助你把生理时钟的作用就是更加的稳固下来。第六就是即便啊你前一晚可能没有办法就是睡上足够的睡眠时数，但是白天啊我们也非常的强烈建议就是或者是限制做小睡补眠的这个动作，因为我们会希望把一整天的那个睡眠的驱力累积到晚上再使用。那执行步骤的同时啊，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治疗策略，它可以增加个案对于身体想睡状态的一个觉察。那很多失眠的个案啊，他们会习惯是用上床的时间到了，我应该要上床睡觉，而不是像一般可能正常的睡眠者，他们的感觉是我现在身体想睡觉了，所以我去就是到床上躺着准备入眠。所以这个部分啊，是一个就是提醒患者应该要做一个调整的部分。那再来呢，就是让床跟卧室不再是清醒激发亢奋的线索。还有呢因为我们会固定起床的时间，所以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稳固生理时钟。那借由这三个部分的一个调整，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拥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那刺激控制法目前是被认为就是采用单一治疗技术里面疗效最佳的方式，所以虽然它有一点就是 annoying 但是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治疗方式。